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。11月28号，塔克拉玛干这条中国最大、全球第2大的流动沙漠被我们用绿色防护带圈了起来。从20世纪70年代起，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用了整整40年的努力，终于成功把这片沙漠给包围了。住在城市，特别是沿海城市的朋友可能不太理解啊，而我们为什么要不远万里的去围沙子？这事儿跟咱们国家到底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条视频带你了解一下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这一当代奇迹。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33.76万平方公里，是国内最大、全球第2大的流动沙漠。具体有多大呢？这么说吧，它的面积比3个韩国还大，相当于江苏、浙江、福建3省加起来。而之所以叫它流动沙漠，主要就是因为它会侵蚀周围的土地，又由于不断的扩张，它已经和我国北方的多个沙漠组成了一条沙漠带，严重威胁着西北的生态环境。这些沙子啊，一到了冬天就会顺着风吹向内陆啊。你像许多的北方城市的沙尘暴，大多数都是塔克拉玛干贡献的。如果放任不管，那么北方的环境就会进一步恶化，将来环沙漠带地区的老百姓可能连种地都没地儿了，家园变沙地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而且这还关乎着“一带一路”的经济战略。新亚欧大陆桥和中巴经济走廊的铁路、公路都要穿过这片沙漠附近。沙漠如果持续的扩张，那到时候途经的铁路、能源、通讯这些基础设施都会受到威胁。所以啊，不管是为了环境生态还是经济发展，这个问题都必须解决。而这个塔克拉玛干无疑就是治理沙漠中的重中之重。这么说啊，别看它学名叫塔克拉玛干，它还拥有一个艺名叫死亡之海。为什么啊？不仅仅是因为面积大啊，它的平均风速能达到8级，所以破坏力极强，时不时就给你来个沙尘暴。最棘手的是，这里的年均降雨量不到80毫米啊，这治理难度简直就是地狱级的。你可能努力了几年，种了一堆树，但一场大旱就能让一切前功尽弃。那么这里就真的无法根治了吗？答案是不。你可能不信啊，虽然这里降水稀少，但塔克拉玛干沙漠其实并不缺水。国内的工程师们通过探测发现，这里的地下水反而非常丰富啊，足足有80多万亿立方米，这相当于571万个西湖啊。那这些地下水呢，主要是来自附近的冰川和融雪，虽然藏得很深，但偶尔会通过湖泊和地下河现身。而且啊，塔里木盆地内有100多条河流能把水渗入地下。于是就围绕着这些地下水资源，一代又一代的治沙人一边种树，一边在沙地上搭建草格子。这些草格子就像网一样架在沙地上啊，网里的草根深扎土壤，防止风把沙子吹走。这样固定好以后呢，治沙人就通过打井抽地下水的方式，再通过管道把水送到植物根部，对绿植进行灌溉，促进植被的生长，并利用人工湖、湿地这些手段增加水源的存储，形成一个生态循环。慢慢的，草长得越来越密了，沙地也不再跑沙子了，沙漠开始恢复生机。最终，我们建立了3046公里的绿色防护带，这也相当于把绿化带从上海修到了云南西双版纳，成功把沙漠给围住了。从这一刻开始，塔克拉玛干的面积只会减少，不会再扩张了。接下来的几十年里，花草树木、光伏板都会陆续上阵，逐渐把这里打造成一片绿洲啊，搞不好啊，以后这里就是良田万顷、麦浪翻滚的农业天堂。而且啊，这里本身也是块资源宝地啊。塔里木盆地埋藏的油气资源深埋超过6000米，占我国陆上超深油气资源的60%，全球的19%。这意味着这里的未来也是相当有潜力的。要我说啊，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的巅峰成就，也是独属于咱们中国人的浪漫。这个工程的含金量啊，恐怕也就只有给万里长城贴瓷砖才能拼个高下了。此时此刻啊，我只想吟诗一首：中华儿女多奇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。散会。